嘿，各位，那在我面前呢，就是 Shure 所推出的无线麦克风哦。这东西呢，目前算是自媒体必备啦，所以各家品牌都在抢攻。那我们现在收到这一款呢，就最新所推出的 Move Mic 2。那这边是贴住的，全新的，我还没看过本体。然后这个剪开之后应该是抽起来吧。然后它的设计呢，跟其他两家比较不一样哦，它是用一个软质的去包覆所有的东西在里面。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哦，它是这样子卷开的设计，哇哦！那它这个呢，其实十分的小巧。这个里面呢只有发射器，它接收端呢是分开所置放的。这一颗呢就是它的接收端，然后整体体积呢算是还蛮大的，而且它是立起来的哦。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冷靴，所以完全是为了相机而生的啦。然后这边呢其实也可以 Type C 啦，所以我相信手机呢也可以做使用。然后它的设计比较特别哦，他们这边这个呢是一个摇杆，这里。其他配件的话呢，有2条 USB Type C， 然后都是 Type C 对 Type C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应该是发射器上面所装的小小的海绵。这里呢就是 3.5mm 的线。然后 DJI 跟 HoloLens 的话都是一整个充电盒哦。那发射端的话呢 ，Rock Max 跟 DJI Mac 2是差不多大的。可以看到这个 Shure 它的发射端呢是这么的小巧，所以你夹在身上呢是更没有负担的哦。然后发射器的差别更为明显哦。它的话呢是一个直式的设计，然后 DJI 跟 HoloLens 都是一个横式的设计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机吧。哟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开机中哦。然后呢，我们都有配对到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些 setting 的部分，然后 output setting， 它可以针对 camera、USB 跟麦克风这些去做不一样的设定哦。像是可以设定这个 output level 之类的。然后 mixing 的话，就是看要 mix 还是没有 mix。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呢，上面就是有 LR 分开的 safety track， 就是需不需要录制安全音轨等等的，都可以做很详细的设定哦。然后它2个麦克风呢，可以分别调整它不一样的参数哦。我们现在来装这个海绵上去，应该是上面这边往下套吧？看起来是，对，就这样。有没有？这个麦克风呢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小巧可爱。这支麦有个大重点，就装好这个防风之后呢，我们还是可以放进去充电。那这一点说来简单，但是其他麦克风装好兔毛之后都没办法做这个动作。那当然，其他麦克风是比较大的兔毛了，它是比较小的海绵。那我觉得使用环境有点不一样。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就开始实测这个麦克风的表现吧。那看完以上的开箱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麦克风有3个模式哦。第一个的话呢是 Speech， 然后再来是 Singing， 再来是 Flat。那这3个模式呢，分别就是说，假装我今天是录我的讲话的话，那我就用 Speech。那如果你要唱歌的话，它还特别提供了一个 Singing 模式。然后 Flat 的话呢，就是比较像是适用于每一个场景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给各位听一下这3种模式下听起来的听感的差异在哪边哦。那我们目前的模式呢是一般的 Speech 模式，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现在的声音，听起来怎么样？那我们来换一下其他模式哦。各位，那现在是 Flat 模式。Flat 模式应该算是一个什么都没有调整的模式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自己后置修声音的话，或许比较适合用这个 Flat 模式哦。各位，那我们现在的模式呢是 Singing 模式，唱歌模式。大家主要可以听一下听感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。那我自己听起来呢，会觉得 Singing 听起来声音会比较厚实一点，我好像比较喜欢用 Singing 来录音的感觉。那或许我之后呢可能会开着 Singing 模式了。那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听呢？都欢迎留言跟我说。那这边一定要提一下这一款麦克风呢，其实你可以单买它的发射器就好，因为它这款麦克风呢是可以做蓝牙连线的，你可以跟你的手机去做蓝牙连线，所以你不用再花大钱买这个接收端。这个发射器跟手机连接之后呢，有几个重点要跟各位说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只能用它的 Shure 所推出的 App 来做拍摄，它有推出它的相机，也有推出它的 Audio。那你可以自己选择。那通常你要拍片的话，应该就是开它的相机啦。那它的相机使用界面呢，其实算是还不错啦，各种功能呢都算是有。那它 App 里面呢，可以调整这个麦克风的很多东西，就像我前面讲过的，在 App 上面调整呢，绝对比你按接收器在那边还要更快哦。那这一点呢是不错，但我唯一觉得的缺点就是说，目前原厂相机啊，然后 Blackmagic Cam 都没有办法跟它做蓝牙连线的收音，这一点让我觉得有一点小可惜，希望他们之后可以开放。那如果你有购买它的接收器的话，以上的问题就全部都没有，因为它的接收器呢可以 Type C 输出，可以输出给你的手机，
那就跟一般的无线麦克风一样了，所以就没有我刚刚说的问题。你可以用原厂相机，你也可以用其他 App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说要买就买整套，这样比较方便一点，而且相机也可以用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重点测试，也就是它的距离。那它的距离呢，在它的说明书上面呢只有30米。那这个30米是所谓的最佳收音距离，它的逻辑跟其他人不一样，它是希望你在这个区间内使用一定棒。但其他人的话呢，会说哦，我最远可以到多少？那我们呢，就来实际测试一下这款麦克风实际最远可以到多少。那我们先来测试那个距离哦。那测试距离前，先跟各位再讲一次，这个麦克风呢这么的小，所以你就算这样子夹着，也完全没有感觉。其他的无线麦克风呢，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比较重一点。如果是女生来说的话，非常重要，因为女生有些衣服呢，可能是细肩带或什么的，那挂那种麦克风一定会有点啷。那你用这个麦的话呢，就完全不会啷了。这款麦克风呢，它的建议距离呢是30公尺，算是非常非常的近哦。我也蛮意外说，就是它建议是30公尺，但是建议终究是建议，所以听说它的30公尺的意思是说，30公尺内保证是有非常清晰的语音，但是30公尺后只是有可能不清晰而已。我们现在已经34公尺了，34公尺，现在大家听到声音还算蛮清晰的吗？欢迎跟我说。然后现在是没有降噪，然后是语音模式，语音模式。那我们再继续走。我们现在呢已经51公尺了，51公尺。嗨，现在的声音呢还算清晰吗？如果我到现在还听得到的话，我觉得它的30公尺算是完全只是一个保障距离。那这个距离如果都收得很清楚的话，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它的收音距离的问题。现在我跟相机的距离呢是80公尺。那这个麦克风呢，目前收得还清楚吗？那这100公尺正对着它的收音。那我们反过来，这是100公尺的音。好，那我们实际测试下来呢，到90米或是100米左右，音质测试下来呢都是十分的清晰，不太会有什么断讯的现象。当然，你转过身来的话呢，可能就会断讯，但是针对相机的话呢，都相当的稳定。但其实我是觉得说，大部分的情况，其实我们离相机都不会到那么远。所以你论这个距离够不够用，我觉得完全够用，完全够用。所以我觉得无线麦克风的选择重点呢，并不是在于它的传输距离，可能还是在于听感什么的比较重要哦。那说到听感，我们就直接来做测试吧，来跟 DJI Mic 2还有 HolyLand Lock Mix 来做测试。建议大家这边要戴上耳机，这样才可以听得比较清楚每只麦的表现。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呢是 Speech， 就是说话的音轨。那你们可以听一下哦，现在的声音呢跟刚刚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？跟其他2个麦克风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听感哦？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，都欢迎留言跟我说。那现在呢是 HolyLand Lock Mix 所收的声音哦。那我频道呢就做摄影相关，然后我现在在测试麦克风，大家可以听一下，就是我的声音在比较低沉的情况下，不同麦克风收起来的效果是有怎么样的差异哦。嘿，各位好，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 Enzo。那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 DJI Mic 2所收的声音哦，都在同一个环境下，然后没有开启降噪，所以大家呢可以听一下跟另外2个麦克风的差别在哪里，因为我的声音呢算是比较低一点的哦。嘿，各位，那现在的情况下呢是3者都在比较一般的情况下，不是骑车的情况下开启降噪，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目前我一边讲话的声音怎么样。那附近呢有一点树叶的环境声，然后有很多车声，然后我们现在听一下哦。我们现在不讲话，听一下它单纯的降噪能力怎么样。好，那同时间如果我们又在说话的话，它跟人声还有背景的分离程度会怎么样呢？那其实这3款麦克风呢，我个人都不是说推荐大家一定只能买哪一个，其实每一个麦克风都有它的优点啦。像是这次的 Shure 所推出的最大重点就是它非常的小巧嘛。嘿，各位，那现在的情况下呢是3者都在比较一般的情况下，不是骑车的情况下开启降噪，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目前我一边讲话的声音怎么样。那附近呢有一点树叶的环境声，然后有很多车声，然后我们现在听一下哦。我们现在不讲话，听一下它单纯的降噪能力怎么样。好，那同时间如果我们又在说话的话，它跟人声还有背景的分离程度会怎么样呢？那其实这3款麦克风呢，我个人都不是说推荐大家一定只能买哪一个，其实每一个麦克风都有它的优点啦。像是这次的 Shure 所推出的最大重点就是它非常的小巧嘛。
嘿，各位，那现在的情况下呢，是三者都在比较一般的情况下，不是骑车的情况下，开启降噪，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目前我一边讲话的声音怎么样。那附近呢有一点树叶的环境声，然后有很多车声，然后我们现在听一下哦，我们现在不讲话，听一下它单纯的降噪能力怎么样。好，那同时间如果我们又在说话的话，它跟人声还有背景的分离程度会怎么样呢？那其实这3款麦克风呢，我个人都不是说推荐大家一定只能买哪一个，其实每一个麦克风都有它的优点啦。像是这次的 Shure 所推出的最大重点就是它非常的小巧嘛。现在是3支麦克风直接撞风，然后我现在在讲话，大家可以听一下这3个麦克风现在收到的声音怎么样。现在是3支麦克风直接撞风，然后我现在在讲话，大家可以听一下这3个麦克风现在收到的声音怎么样。现在是3支麦克风直接撞风，然后我现在在讲话，大家可以听一下这3个麦克风现在收到的声音怎么样。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它的降噪功能我算是还蛮满意的，在这么小颗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降噪功能，厉害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就来分析一下它的优缺点吧。那第一个大优点哦，就是前面看到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说它真的超级小。因为我们知道无线麦克风，我们可能还要外接一个小蜜蜂的头来藏起来这个麦克风的位置，但是这款麦克风呢，直接就像一个小蜜蜂的大小，而且超级轻又没有线，所以这就是它的最大优点。它在这么小的体积做到这样的音质，其实我觉得表现呢是非常好的 ，Shure 真的非常的厉害。缺点的话呢，其实算是我个人觉得它的接收器跟它的发射端是分开的，充电的时候很麻烦，你等于2个东西都要去做充电。那如果它是可以跟其他一样做一个充电盒的话，表现也不错。但毕竟他们的卖法就不一样，他们就是想说你可以单买麦克风，可以单买接收器，所以就是依照你的需求去做选择啦。那我觉得还有个缺点就是说它的接收器啊，它接收器的萤幕呢其实是比其他麦克风的接收器还要再更大，但是却没有办法触控，它只能用上面的小摇杆去做操控。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可惜啦。所以整体来说，这款麦克风你们觉得不错吗？你们觉得对市场会造成威胁吗？都欢迎留言跟我说。我个人觉得它的体积跟它的音质真的算是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。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款麦克风的详细介绍。如果你们觉得这部影片不错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还有留个言，这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哦。那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，欢迎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打开转让我的兴趣产的摄影三走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